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两个破碎的人互相取暖，而是两个圆满的宇宙相互致敬。如果你把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份契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痛苦的，因为你本质上是在要求对方为你内心的空洞负责。我常常思考，为什么在这个连接最便利的时代，我们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为什么我们在算法推荐中划过无数张脸孔，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故事要从几年前的一个雨夜说起。当时我的一位朋友，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姑且叫他罗伯特，敲开了我的房门。他看起来像是一艘刚刚经历了暴风雨的沉船，满脸写着疲惫与绝望。他刚结束了一段长达5年的感情，那是他曾以为的灵魂伴侣。罗伯特坐在我的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变凉的茶，眼神空洞地问我，纳瓦尔，为什么我付出了一切，甚至为了他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放弃了我的爱好，最后换来的却是他的窒息和逃离。在深入探讨罗伯特的故事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亲密关系法则之前，如果你觉得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对你的认知体系产生哪怕一点点的触动，或者你正在寻找通往内心平静与财富自由的底层代码，请在这个瞬间，哪怕只是动一动手指，为这篇内容点下一个赞，或者订阅这个频道。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在向算法发送信号，告诉他你是一个追求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娱乐的人。这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思考者社区。好，让我们回到那个雨夜。看着罗伯特，我仿佛看到了过去无数个在爱中迷失的灵魂，甚至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我们总是被灌输一种浪漫主义的谎言，你是不完整的，只有找到另一半，你才能获得圆满。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我对罗伯特说，你的痛苦并不来自于他的离开，而来自于你对关系本身的错误定义。你把它当成了你的救生圈，而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背负着另一个人游泳，那是会溺水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幸福是一种只能由你自己负责的内在技能，它不能外包。在经济学中，我们讲究供需平衡，在人际关系中，这也是铁律。如果你带着一身的匮乏感进入一段关系，你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名为索取的交易。你在索取安全感，索取价值感，索取被爱的证明。而这种索取，无论包装的多么像深情的付出，本质上都是一种对他人的精神剥削。罗伯特反驳我说，但我真的爱他，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我告诉他，那不是爱，那是依赖。依赖是脆弱的，而爱是反脆弱的。真正的爱是两个自由人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两个囚徒彼此的捆绑。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给罗伯特画了一张图。这张图不是关于如何挽回前任的战术，而是关于如何重建自我的战略。我称之为有边界的亲密。这里的边界不是指你要冷漠地推开别人，而是你要清晰地知道哪里是你的责任，哪里是他人的课题。大多数人处理关系的方式都是错误的，他们试图通过改变对方来获得满足。这就像你试图通过修改镜子里的倒影来改变自己的发型一样愚蠢。你无法改变任何人。如果你想改变某人，这意味着你并没有接受他们现在的样子。如果你不接受他们现在的样子，你为什么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一个逻辑死结。罗伯特在感情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成为对方的拯救者。他以为通过无限度的让步，通过模糊自己的底线来迎合对方的需求，就能换来长久的稳定。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你没有边界时，你就不具备稀缺性。在博弈论中，没有稀缺性的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一个随叫随到，没有自我主张，可以为了对方牺牲一切原则的人，在对方潜意识里，价值会无限趋近于零。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符合人性。人性是寻求阻力的。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样东西，我们很难珍惜它。有边界的爱意味着我爱你，但我首先是我自己。我有我的使命，
我有我的原则，我有我绝对不能妥协的底线，这种姿态反而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这向对方传递了一个信号：我是一个高价值的个体，我选择和你在一起，不是因为我没得选，也不是因为我离不开你，而是因为在所有的选项中，我选择了你。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才是亲密关系中最迷人的部分。我们需要引入长期博弈的概念。生活中的所有巨额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知识，都来自于复利，而复利的核心在于长期。在短期博弈中，人们倾向于欺骗、伪装和索取，因为他们不指望有第二次交易。但在长期博弈中，诚实、正直和边界感才是最优策略。选择伴侣，本质上是在选择一个和你一起玩长期游戏的1号玩家。我对罗伯特说，回想一下，当你最初选择他的时候，你是基于什么标准？是因为他的外貌、他的社交地位，还是因为你们在价值观层面的一致性？罗伯特沉默了。很多人在选择伴侣时使用的是短期指标，长得好不好看，带出去有没有面子，现在的收入高不高。但如果你要和一个人玩几十年的长期游戏，这些指标的权重应该变得很低。真正重要的指标是这个人的心地是否善良，他是否有成长的意愿，他在面对冲突时是否能保持理性，最重要的是他是否具备极高的正直度。正直是亲密关系中的硬通货。一个缺乏正直感的人，无论他在热恋期表现得多么完美，最终都会在长期的相处中暴露本来面目。因为伪装是需要消耗能量的，而生活充满了压力。当压力来袭，伪装就会崩塌。只有正直的内核，才能在风雨中保持不变。罗伯特问我，既然我已经搞砸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刻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人？我摇了摇头。我说，现在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刻，因为你终于只剩下了你自己。你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去构建你的特定知识和精神杠杆。在硅谷，我们谈论如何通过代码和媒体来放大个人的产出。在感情中，你的特定知识就是你对自己的深刻理解。你必须知道什么东西能让你从内心深处感到平静，而不是兴奋。很多人混淆了兴奋和幸福。兴奋是多巴胺的波动，是过山车，它必然伴随着低谷。而幸福，或者说我所追求的平静，是一种没有焦虑的状态。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往往过度追求兴奋感，那些戏剧性的争吵、复合、激情的瞬间。但长久的爱应该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和平静的。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总是处于情绪的高频波动中，那它正在消耗你的生命力。好的伴侣是那个能让你心率平缓下来的人，而不是那个让你心跳加速到失控的人。我建议罗伯特进行一场为期1年的独处实验。在这1年里，不进入任何新的恋爱关系，而是专注于2个问题。第一，如果这辈子注定孤独终老，我能不能过得快乐？第二，我希望我的伴侣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而我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这便是吸引力法则的物理学解释。你吸引的不是你想要的，而是你所是的。如果你想遇到一个情绪稳定、事业有成、富有爱心的人，你自己必须先成为这样的人。因为高价值的人在筛选伴侣时，也拥有极高的雷达，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来索取的，谁是来共建的。随着对话的深入，窗外的雨渐渐停了，罗伯特的眼神开始发生变化，那种受害者般的哀怨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思考的深沉。我告诉他，边界的建立往往始于说不。在关系中，每一次你为了迎合对方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说是，你都在扼杀这段关系的未来，因为你在积累怨气。怨气是关系的癌症，它会潜伏在黑暗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生长，直到有一天彻底爆发，摧毁一切。
我们要学会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设立边界。比如，当对方要求你放弃你的独处时间来陪伴他时，你可以说：我非常爱你，但我需要这2个小时来充电，这样我才能在之后的时间里给你更高质量的陪伴。这不仅不是拒绝，反而是对关系的负责，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如果你在疲惫和焦躁的状态下陪伴对方，这种陪伴的质量是低劣的，甚至会引发争吵。真正的亲密是允许2个人之间存在缝隙，正如纪伯伦所说，让风在你们之间飞舞。我们是2根支柱，共同支撑起一座神庙，但我们不能紧紧地靠在一起，否则神庙就会倒塌。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你越是独立，越是拥有自我，你们的结合反而越紧密，因为你们的连接是基于纯粹的欣赏和爱，而不是基于恐惧和匮乏。我们还需要谈谈关于争论的艺术。在任何长期关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数人的争论都是为了赢。如果你在和伴侣的争论中赢了，其实你就输了，因为你把你的队友变成了对手。纳瓦尔的法则里有一条，不要和你的伴侣竞争，你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如果船沉了，谁是船长并不重要，有边界的争论是针对问题本身，而不是针对人。我们要学会把问题外化，即使在最激烈的时刻，也要守住语言的边界，不说出那些无法收回的伤害性话语。这也是一种极高的自律。让我们把视角拉大，看看现代社会的数据。无论是在纽约、伦敦，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亚洲大都市，离婚率都在飙升，单身人口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核心一点在于，旧有的基于生存依赖的婚姻模式已经解体，而新的基于精神共鸣的亲密关系模式尚未普及。人们还在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我们现在的生存压力不再是来自猛兽和饥荒，而是来自信息的过载和意义的缺失。在这种环境下，伴侣的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曾经，伴侣是生产搭档，现在伴侣是心理治疗师、娱乐伙伴、职业顾问的总和。这种期望值的通货膨胀压垮了无数关系。所以，降低期望值是通往幸福的捷径，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标准要高，那是关于人品、价值观和底线的，但期望要低，那是关于对方每时每刻都要懂你，都要照顾你情绪的幻想。你必须明白，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孤独是绝对的，而理解是相对的。当你接受了即使在最亲密的关系中，我也有一部分是永远孤独的这个事实后，你反而释然了。你会对对方给予的那部分理解和陪伴心存感激，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罗伯特后来问我，如果我做到了这一切，但我还是遇不到那个人怎么办？我笑着对他说，那又怎样？如果你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如果你已经学会了从一杯咖啡、一本书、一次晨跑中获得巨大的喜悦，那么伴侣就不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有了，是锦上添花；没有，你依然是一块锦。而最讽刺的是，当你处于这种无所谓的状态时，你往往最容易遇到那个对的人，因为你散发出的磁场是自信、松弛和愉悦的。这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是最高级的春药。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承诺的本质。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世界里，我们讲究智能合约，一旦设定，自动执行，不可篡改。但在人类的情感世界里，承诺是流动的。一个人在婚礼上说我爱你一生一世，在那一刻他是真诚的。但10年后，由于成长的速度不同，由于际遇的变化，这个承诺可能会面临挑战。有边界的亲密关系法则告诉我们，不要试图用道德绑架来锁住一个人。最好的承诺不是一纸婚书，而是我每一天都重新选择你。每一天早上醒来，我都意识到我有离开的自由，但我依然选择留下。这才是爱的最高级形式。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极高的心理能量。
它要求你克服人类千万年来进化出的嫉妒、占有欲和恐惧。这是一种反本能的修行，就像我们在投资中要克服贪婪和恐惧一样，在爱中我们要克服控制欲。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仅仅是在谈恋爱，你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炼金术。我对罗伯特讲，不要把这次分手看作是失败。在硅谷，失败是成功的预演，这只是一个反馈数据，数据告诉你之前的模式行不通，那么我们就迭代代码，升级系统。你的操作系统需要从 Windows 95的依赖版升级到区块链式的分布式独立版。那个晚上，我们聊到了凌晨。离开时，罗伯特的步伐轻盈了许多。他不再急着去寻找下一个填补空虚的人，因为他意识到那个空虚必须先由自己填满。朋友们，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保持清醒是一种反叛，建立有边界的亲密关系，是我们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仅是为了爱情，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格完整。当你学会了爱自己，接纳自己的阴暗面，设立清晰的护城河，你也就学会了如何去爱这个世界。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驱动的时代，但有些东西是数据无法计算的，比如心动的瞬间，比如深夜长谈的共鸣，比如那个懂你沉默的人。但理性的思维框架能保护这些感性的瞬间不被琐碎的生活磨灭。这正是有边界的亲密存在的意义，用理性的骨架支撑其感性的血肉。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请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你现在的关系状态。你是那个在雨中奔跑寻找雨伞的人，还是那个自己已经成为屋檐的人？无论你处于什么阶段，请记住，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开始向内求，外界的一切都会随之改变。如果这篇长文让你产生了一丝共鸣，或者让你对当下的困境有了新的视角，请不要吝啬你的支持。在这个信息快速流动的时代，深度的内容创作需要你的反馈作为燃料。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关于财富、幸福与哲学的深度探讨。特别是在当下，无论你身处台湾、亚洲还是世界的任何角落，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构建强大的内心内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束：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望向同一个方向。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先是两个能够独立行走的巨人。去建设你自己吧。盛开之后，蝴蝶自来。